让自爆羊入侵四族，结局会如何？本期突然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把绵羊改造成邪恶武器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，我们试着进行基因改造。首先，在特性中找到炸弹王语，来满足自爆的结果。要想实现结果，还需要进行定时，可以达到这一需求的特性，那就是瘟疫了。添加后，单位会慢慢减血，直至死亡。但是我们还需要控制定时的时长，我希望时间长一些。没错，把血量增加，得到超级生命。使用奥米加语来添加定制特性，这里要注意。HP 总量虽然增加了，但没有影响当前血量，因此在播撒生命恢复语，血量就上来了。让我们进行演示。基因改造后的绵羊会因瘟疫不断的减血，没过多久爆炸出现了，真是天才而又反派的邪恶计划。当然，四族也有一定的油水，我们添加5处黄金，等着他们去发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请把你支持的一族打在弹幕上。比赛现在开始。这次四族出发的地方有些不一样，在进入中心大陆之前，他们会先从小领地向大领地发展。来到31年，兽人似乎要与矮人争夺南边的黄金，这样恐怕会让人类失去竞争西边黄金的对手。然而在51年，兽人却更明显的往西边去抢夺黄金，但人类更快一步，脚踩在了黄金之上，这不得已触发了宣战。兽人只好改变路径，在防守人类发展的同时向中心冲刺。然而这还是并不保险，矮人和精灵同样有如此想法，于是兽人在74年索性宣战了人类，先去击败最容易解决的对手，从而直接获得西边黄金。兽人执行计划，首先吸引一批人类士兵进入兽人领土进行围剿，这样西边的防御便松懈了下来，让第2小队的兽人直接斩杀这里的人类守卫。与此同时，邪恶的我也该执行计划了。75年，我们在中心孵化10只羊，按照之前演示的那样完成基因改造，顺便进行标记，方便观察。自爆羊计划启动。没想到很快便吸引到一个兽人前来观摩。通过分析，他8成是来这里偷羊的。我们一会儿来观察后续。此时，进攻人类的兽人如鱼得水，消灭黄金旁的守卫后，向北继续推进，以阻止人类在附近的驻扎。另一边的人类士兵并没有发现黄金之地的袭击，他们依然被吸引在兽人领地。兽人计划成功，人类的黄金据点被摧毁了。来跟踪一下自爆羊的情况，有的单位血量不足1/3了。76年，既然西边黄金已经失守，人类索性继续原路线，攻破这里，获得向中部发展的空间。突然爆炸出现，精灵村民目击了一切，随着血量的归零，自爆羊接连爆炸飞天。外出打工的精灵村民狂奔回家，得知此事的精灵部队只能绕道而行，他们正要前往西南方向。在77年，精灵宣战了兽人，矮人也在宣战筹备当中。78年，兽人依然在不断逼近人类中心，精灵的宣战他们似乎也没有放在眼里。由于自爆羊的出现，让大部队的行程延缓了3天，直到人类领地再次被摧毁后，兽人才正式进入防御状态。然而没想到矮人竟然也宣战了兽人，精灵部队势如破竹，直接连倒2处。80年，矮人一族也开始投入兵力。此时，第2批自爆羊孵化，但这次生产100只，改造也进行了升级，添加迅捷特性，让羊群走得更快更远；添加再生特性，更大延缓时长。好，让我们计划开启。这次又是一只兽人率先来到这里，羊群显然没有理会，径直向前走去。我们如何观察这么多只羊呢？你们还记得瘟疫特性吗？在调控面板中打开这个按钮，便可以在大地图上显示羊群的位置了。羊群虽然自带瘟疫，但我不希望特别影响四族，于是在人、精、矮3处派发数名医生，以防后患。至于为什么不给兽人，老朋友可以在评论中提示一下。82年，矮人部队出没在兽人领地，试图再下一城，但这里防御完善，戒备森严，导致这批矮人小队以失败告终。83年，爆炸发生了，这完全影响到正穿越此处的精灵，爆炸的范围的确更广了。由于途经此地，精灵部队相继感染了瘟疫，进攻方变得没有那么强了。84年，精灵部队打算返程治疗，这里我们早已经安排好了。当他们回到自己的领土后，位于后方的医生就可以派出用场了。治疗过后的士兵获得了免疫，再次进入前线，兽人被包夹围殴当中。人类眼看着就要反击成功，他们顺着岸边进攻兽人中心，不料精灵竟然计划和谈了。93年，在精灵停战后，矮人也进行了停战，人类为了保守起见，只能也跟兽人达成了和谈。自爆羊的改造也来到了第3次。
如果我们加入弹跳和巨大基因，结果会如何呢？当场一个奇观出现，巨大的绵羊群开始飞天遁地，在地图上形成了一个场域。不过等一下，这次羊群出没的地点改为了精灵境内，因为他们占有了中心的黄金。自爆羊的地点也改变了。当天这爆炸的场面只能用超现实来形容，精灵们目不暇接，盯着天空中爆炸的羊群。既然无能为力，不如继续进行宣战吧。99年，精灵宣战矮人，不管目的如何，精灵这波必须要承受相当大的风险。看出还是有点心眼的，他们果然选择了绕路。但是我突然发现瘟疫去哪儿了？果然医生还是太强了，为了定时功能，再次注射瘟疫。医生，你能治得过来吗？我低估了他们，不痛不痒，见效奇快。身为反派的我被击败了，让我想个对策。由于弹跳羊的限制，导致矮人防御得很好，同时还进行了有力的回击。105年，精灵不再是遥遥领先，矮人直接怼在前线建立据点。107年，矮人这一次攻城，发现医生的数量都比村民多。我说嘛，精灵帝国大量任用专职人员，导致战线水平明显降低了。原本想治理爆炸羊，结果失去了最根本的兵力，精灵一步步的被击垮了。然而事情又发生了转变。13年，兽人宣战矮人，人类见风使舵，由于距离原因，可以顺利拿下矮人的新据点。很快，人类大部队开始穿越无害的弹跳羊群，向矮人主城推进。谁料矮人破釜沉舟，同时带走了精灵一族。120年，人类和兽人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，矮人主城已被攻入。123年，矮人灭国后，兽人和人类返程途中，一批羊群恭候夺食，他们不是弹跳羊。反派的我意识到，如果有医生，羊还是太脆弱。这次直接改造犀牛，不同于绵羊，犀牛具有攻击意识，并且还会投掷炸药。也就是说，哪怕没有瘟疫来定时，犀牛也会因攻击而产生自爆。这场面如我所愿。在人兽交界地带，爆炸不断。125年，得知前线的矮人由于叛变而存活了下来，三方进入最后一次发展当中。132年，人类宣战兽人，我们奉上最后一份大礼。只有一只犀牛，却改造成了核弹容器，咱们就看它会往哪个方向奔去了。136年，双方交战当中，兽人帝国下达命令，派一批小队前去消灭核弹犀牛，没成想犀牛被吓跑了。150年，人类这次出息了，作战屡次取得突破，没过多久，犀牛冲入了人类帝国境内。没错，爆炸吧！这威力跟我想的不一样啊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弹跳羊的存在，矮人叛军的国王兼子民始终没能发展开来。直到164年，矮人叛军也灭亡了。随即，人类发动最后的宣战，谁将获胜？让我们进入终局一战。胜负已分。2001年，兽人战败，因此恭喜人类成功获得本期比赛的冠军。